末日博士卢比尼呢，最近发出了一个严重的警告，让我们准备好。他讲出了8大预言，而准确预测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这个经济学家卢比尼就认为他说美国和全球将在2022年年底呢遭遇漫长而惨烈的衰退，并在整个2023年呢都将陷入其中。而标普500指数呢也会大幅的下跌，即使在平淡的普通的衰退中呢，标普500指数也可能会下跌30%。而卢比尼呢对2007年到2008年的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呢预见呢就使他获得了末日博士的称号。他说呢，认为美国只会浅衰退的人应该看看企业和政府的高负债比。随着利率的上升，偿债成本的增加呢，许多的僵尸机构僵尸居民、企业、银行、影子银行等等，还有很多的僵尸国家都会完蛋。他说到这个时候呢，你就会知道谁在裸泳了。在经历了2007年到2009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呢，诸多的政策失误又加剧了原本弥漫于全球的经济失衡和风险。而各国的政府非但没有解决导致金融崩溃以及随后的经济萧条所揭示的结构性的问题，而是敷衍的造成了重大的下行风险，埋下了另一场危机的种子。如今的危机呢已然要降临了，风险呢也变得更加严峻，萧条呢也已导致了今年的 U 型复苏呢化为了乌有。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大家好，小唐。努雷尔·卢比尼呢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美国凯因斯派经济学家、专栏作家，因为对经济持悲观论呢，人称末日博士。他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联储和世界银行工作。而卢比尼因在2006年发表文章《经济灾难的12个步骤》，就预测了美国将要爆发次贷危机，并成功的预测到了整个次贷危机的发展的几个步骤，而名声大噪。卢比尼呢就出生在伊斯坦布尔，父母呢是伊朗的犹太人。他常常说自己接受的教育是培养真正的国际经济学家的教育。还没有到上学的年纪呢，他就和家人移居到了德黑兰，随后搬到了特拉维夫，最后呢在5岁那年定居米兰。在家里呢，他和父母说波斯语，在学校呢他就说意大利语，而回到以色列探访亲友的时候他就说希伯来语。所以他的父母仍然在以色列呢还有住宅，因此他们还会经常回去。随着他渐渐的接受教育呢，他就开始说英语了。卢比尼曾随父母在伊朗、以色列、意大利生活。在1982年呢，是以最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意大利伯克尼大学的经济学学士学位。后来呢，求学哈佛呢，并在那里获得了国际经济学博士学位。在1998年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国际事务高级经济学家。在2000年负责国际事务的副财长的高级顾问和美国财政部政策制定与评估的办公室主任。卢比尼现在呢还任美国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并兼任董事长。在2010年，卢比尼预言警告，希腊的债务危机最终会迫使该国重组债务。长远而言呢，将增加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家退出欧元的可能性，势必会重挫欧元作为主要的储备货币的地位。而卢比尼就指出呢，希腊的债务危机只是冰山一角，欧元区和英国、日本甚至美国都有可能陆续会发生，而发达的国际债务问题将会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下一个主题。他指出，美、英、德、日等政府都陷于弱势，分裂将是各国解决债务危机的最大挑战。所以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上一次的全球的经济危机呢？就是因为那些没有信用又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借贷的人呢，银行给他们提供了贷款，称之为刺激贷款。一般来说呢，利息会高出正常的2-3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因为美国在2003年的时候，利率已经下降到了有史以来的1%，而抵押贷款的利息呢也随之下降，这就使得更多的家庭能够承受抵押贷款，而房市呢将会有更多的家庭涌入。随着市场的回暖呢，对房价上涨的敏感的按揭中介呢也从中就嗅到了商机嘛，他们就对美国人的贷款要求呢就开始放松之后就没有什么要求了嘛，只要他们愿意申请呢，就会对他们发放贷款。这就让那些没有资格的人也纷纷的大家都成了房主，而那些已经有房子的美国人呢，看到这样的机会条件也已经坐不住了，所以他们也开始想要购置自己的第二套房产，当成一种投资，想过几年之后房价涨得差不多我就可以卖出去赚钱嘛。但到了2005年呢，所有的美国人中有69%以上的人都拥有了住房，但是有28%的人都是买来投资的。那个时候美国人都在疯狂的炒股，价格飞涨，所以就在此时呢，由于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这个抵押贷款公司方面也遇到了麻烦，因为他们一直放贷，就放到资金不足了嘛，所以投资银行就将这些次贷呢进行了合并。
然后以有价证券的方式又卖掉了。所谓的有价证券就是房屋按揭的证券和债券嘛。这样一来呢，如果房主这边付5%的利息啊，他们就可以给证券持有者分3%，而投资银行呢就是赚中间这2%的差价，用别人的钱为自己赚钱，空手套白狼嘛。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买证券呢，他们还细心提供了一个保险产品，叫做贷款违约保险。所以有了这个保险呢，就可以让投资者们放心啊，大胆的去买这个债券了。因为房主到时候还不了呢，那么投资人还可以拿回本金啊，因为有保险嘛。所以就这样啊，美国房市加上信贷加违约保险的双重加持啊，危机呢就悄悄的来临了。房价真的一直会涨下去吗？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嘛。所以美国的经济学家卢比尼在那时候曾经就做过一次预测，他就表示房价将会自由下降，随后房屋的所有者将会拖欠他们的贷款，以不动产做抵押的有价证券呢会立即消失，这样呢就会像多米诺骨牌那样一个接一个的倒下。如果全球金融系统不能够正常运转呢，那么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就会破灭，消费者的信心将会一落千丈。卢比尼的这番话当时没有一个人相信，所有人都在嘲笑他，认为他想多了。纽约时报当时就给他扣上了一个帽子，就是说他是末日博士。但好景不长呢，卢比尼说的话真的开始了。那是在2006年，利息悄无声息的就升到了5%，而且以前的房贷利率都是浮动的，利息呢也会水涨船高嘛，给借贷人就当时带来了很大压力，让他们还房贷呢就变得更加的困难。与此同时呢，这个房价的市场呢也开始出现了转折，价格开始下跌。如果是那些买来自己住的人还好啊，不过但是有28%的人是用来投资的呀，那么这些房主就惊呆了呀，他们赶忙赶紧卖房套现嘛。但是一旦有很多的房子上市的话，那么房产的价格就会下降。所以所有的买房人的想法一般都是一样的，就是我只买涨不买跌嘛。一般情况下他们都会拿着钱看到房子跌就默默的观望，就等你跌到底我再买。这就对于市场来说想要卖房子的人就卖不出去了，越卖不出去呢，大家就越降价，所以这个房价就一路下滑，就降到了极限。极限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时候就算你卖了房子，剩下的钱也不够还贷款了。但是你不卖的话呢，这边月供你又负担不起，还得每月还，所以导致了房主们就只能断供。最后呢，就是贷款不还了，房子也不要了。所以断供潮就如潮水一般的出现了。而银行那边的证券的利息还得给人家付呀，所以银行赶紧就把收回来的房子又卖了，付利息。而这些房子呢就叫法拍屋，很多的房子就被拍卖了嘛。他们想要尽快的收回自己的资金，所以呢就以更低价格出售。但是低价出售的房子又会导致房价继续下跌，所以银行的资金也变得越来越紧张起来。还有一些投资人不是买了保险吗？就开始来要本金了。然后就是一波又一波的挤兑潮出现了，就让这个投资和按揭的公司都束手无策。所以在2007年，专门做次贷证券化业务的美国第2大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新世纪就申请破产了。在2008年呢，欠资6130亿美元的华尔街巨头雷曼兄弟就宣告破产，也标志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一时间，欧洲各国的银行都纷纷倒下。那个时候，全球金融市场的这个投资者就已经都没有信心了嘛，于是大家就纷纷抛售了手中的股票和证券，一大群人全跑了，跑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那就是期货交易所。因为那个时候作为最稳定的2种期货就是食品和原油嘛，成为了他们的第一选择。结果反映在普通民众生活当中的，就会使得食品和原油的价格呢大幅上涨，人们就不得不节衣缩食。伴随着消费的萎缩和衰退呢，这一点在美国特别明显。所以那些年到处都是哀伤和绝望，满目萧条，似乎只有时间呢能够平息这一切。为此呢，卢比尼就做出了2023年的8大预言。他说L 型的大萧条将在本世纪的第2个10年的晚些时候会出现。第一个趋势涉及赤字以及必然的风险，就是债务和违约。他说，针对疫情危机的政策呢，导致了财政赤字的大幅增加，大约占比是 GDP 的10%。在许多的国家的公共债务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虽然不是无法持续，但已经非常高的水平基础上了。而更糟糕的是许多的家庭和公司的收入损失呢，意味着私营部门的债务水平将变得不可持续，因此很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的违约和破产。再加上公共债务水平的飙升呢，这一切都暗示着未来经济的复苏将比10年前的经济危机后的复苏更为疲软。第二点呢，他说因素是发达经济体的人口老龄化。疫情的危机显示呢，发达国家必须将更多的公共支出分配给卫生系统，
而全民医疗和其他的相关公共物品呢，则是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但是呢，由于大多数国家的社会老龄化呢，将来为此支出提供资金呢，将会使得如今无资金来源的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的体系所隐含的债务变得更大。第三个问题是，通货紧缩的风险会越来越大。除了造成严重的经济衰退外这场危机还造成了商品产能和劳动力市场的大量失业、严重的缺失和严重的短缺，并导致石油和工业金属等商品的价格暴跌。这使得债务通缩变得可能，增加了破产的风险。而第四个预言相关因素将是货币贬值。随着各国央行努力对抗通货紧缩，并避免利率飙升的风险，货币政策呢将会变得更加的非常规且影响深远。在短期内呢，政府将要运行货币化的财政赤字呢，以避免萧条和通缩。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加速的去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对于供给侧的冲击是巨大且负面的。第五点预言呢，他说问题是更广泛的数字经济造成的混乱。随着数以百万计的人失去了工作或工作而收入减少，所以21世纪的经济收入和财富差距呢将进一步的扩大。为了防范未来的供应链冲击呢，发达经济体的公司将把生产呢从低成本区域转移到更高成本的区域的市场。但是这种趋势不会帮助家中的工人，反而会加快自动化的步伐，这就可能会对工资造成下行的压力。而第六个主要的因素呢，他说是去全球化，因为疫情正在加速已经发生的巴尔干化的地区碎片化趋势，大国将更快的脱欧，大多数国家呢将采取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保护国内企业和人工，避免全球动荡的影响。那么疫情过后的世界将以对货物、服务、资本、劳动力、技术、数据和信息的流动更加严格的限制为标志。在制药、医疗设备和食品领域呢，这种情况已经发生。所以政府为应对此次危机针对这些领域实施出口限制和其他保护主义措施，加速了去全球化这一趋势。所以大规模失业和不平等在经济不安全的情况下加剧，所以蓝领工人和广大中产阶级将更容易受到影响。而第七点预言是，美国可能会重新开启新冷战。更糟糕的是，这种外交破裂将为美国与其他竞争对手之间的新冷战奠定基础。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呢，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隐秘的网络战将继续升级，甚至有可能会导致常规军事冲突。由于科学技术是争夺未来工业控制和抗击流行病的关键武器，因此美国私营科技行业呢将日益融入国家安全与工业的综合体。第八点呢是流行病与气候变化而造成的环境破坏。他说，环境破坏的风险是无法忽视的。正如新冠疫情的危机所表明的那样，与金融危机相比呢，环境破坏可能造成更大的经济破坏。反复出现的流行病比如说1980年出现的艾滋病，2003年出现的非典和2009年的 H1N1， 以及2011年的 MERS， 还有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就像气候变化问题一样，本质上呢是人为灾难，而源自于健康和卫生标准低下、自然系统的过度开发以及全球化世界日益增强的互联性。所以在未来的几年中全球性的流行病和气候的变化而导致的病态症状将会更加的频繁，对于经济破坏将更加的严重，所以人们付出的代价也将会更加的高昂。他说，这8个风险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经隐约可见了，现在正在酝酿着引发新一轮的大风暴，而这场风暴将很有可能席卷整个全球的经济数十年之久。到2030年呢，技术和更胜任的政治领导者也许能够减少或解决许多这些问题，从而产生更加包容、合作和稳定的国际秩序。最后呢，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卢比尼的预言其实呢，这就是他根据全球的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呢，来讲出他自己对未来趋势的看法而已。因为世间万物呢都是瞬息万变的，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所以以上呢我们就当故事听听就好。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不要忘了订阅与关注宇哥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